2025年暑期档爆出了一场史诗级惨败，吴京亲自出品还亲自宣传的新片《再见坏蛋》上映5天，票房竟然只有25万，上座率不足1%，几乎没人看。而另一边，姜文时隔多年带来的野心之作《你行你上》，投资2.8亿，最后票房却连1亿都称不上，被观众骂强行高深。两位曾被视为票房保证的巨头，为什么同时扑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暑期档最惨双暴毙。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我们先聊聊吴京参与出品还亲自下场宣传的新片《再见坏蛋》。这部片子上映时间不长，8月22号上档，但目前票房只有25万人民币。对，你没听错，不是250万，更不是2500万，而是25万。上映5天，排片和票房双双低于0.1%，上座率不足1%。该片已基本被市场和观众放弃，堪称血亏出局。这成绩说是暴毙都算是客气了。而更令人错愕的是，这可不是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小透明电影。他的出品公司是吴京旗下的北京登峰国际，吴京本人还在社交平台亲自宣传，甚至还在电影里友情客串了一段戏。你以为有吴京站台，票房再不济也不会太难看，对吧？可现实就像一巴掌打在脸上，清脆响亮。那这到底是片子的问题，还是观众的问题呢？再见坏蛋讲的是一个发生在武汉幸福里社区的市井故事。一个靠卖盒饭过日子的单亲爸爸沈念三带着儿子豆豆搬进了这条老街，之后他突然变故，无法继续照顾豆豆。小市民大武生活过得一塌糊涂，为了帮人追债，他认识了豆豆。当得知豆豆的遭遇后，大武胁迫街区居民跟着自己一起为豆豆实现遗愿，他的世界也因此发生改变。说白了，这又是一部讲述爱与救赎的群众温情片。吴京在宣传里是这么说的：这部影片让我看到了接地气的童话，武汉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他还煽情地加了一句：即便身处泥沼，仍能仰望星空。听上去是不是挺美的？可电影上映之后，观众的反应却是强行煽情，剧情老套，甚至尴尬。为什么这么说？剧本本身很弱，癌症、邻里帮忙、街区重燃生机，这些情节几乎是闭眼都能猜到的走向。观众不是没有见过温情片，但至少你得有点新意吧。而这部片子的处理方式却像是 AI 拼出来的脚本，节奏拖沓，台词生硬。比如有一幕，男主喝醉酒后彩票被狗吃了，这种桥段让人瞬间出戏，甚至有观众吐槽：你确定这是2025年的剧情，不是1995吗？另外，对于集体性善意的描述，观众认为还是过于理想化了，故事拍得太悬浮，更像是一场自以为是的美梦，离真实的人性和现实的社会较远。最离谱的是，你要讲武汉的烟火气，台词没有武汉味儿，倒是京片子味儿满满，一开口就让人出戏，这不是自毁的节奏吗？还有就是中间各种情感堆叠，台词重复，镜头空转，1个半小时就能讲完的事被拉成了106分钟。观众观影的最大感受就是怎么还没结束？小成本制作的限制也肉眼可见，画面粗糙，场景简陋，运镜平淡。观众说，这片子要是放在视频网站上免费看，观众可能还会点个赞，但你居然想靠它收票房，这就有点不把观众当回事了。那么回到最关键的问题，有吴京为什么也扑了？吴京是当下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动作演员之一，拿过票房冠军，他是很多人心中的硬汉代表。可问题也出在这儿，近几年吴京参演和参与出品的电影越来越多，可真正叫得响的却越来越少。如今观众对吴京的态度已经变成了群嘲，他一出镜，观众就不自觉地产生防备心理，怕又是一个靠人情撑起来的烂片。有网友评论再见坏蛋说，打着爱与和平的旗号，
但作为一个堪称烂大街的题材，无论如何都粉饰不了太平。吴京曾主演《战狼》《流浪地球》等所谓爱国电影，宣称参演电影已获超过300亿票房，近年被中共官方吹捧为票房保证。不过有分析指，吴京的爱国电影在大陆的票房一度火爆，与其说是电影本身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中共的爱国洗脑宣传和利用中共行政力量造出来的假象，也是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严重扭曲。分析还认为，吴京的《战狼》电影不仅造假，而且宣扬暴力，党国不分，让人反感。有观众直言，吴京这些年靠爱国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开始吐出来，观众不买单。还有人吐槽，爱国是指爱这片有老有所养、8小时工作制有休息天的百姓。爱国没错，错在有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掏你腰包，老百姓又不傻，眼睛都是雪亮的，谁跟我提情怀电影，必须拒之门外。事实上，吴京去年参演制作成本破亿的中共主旋律电影《零度极限》，上映首日票房仅收143元，成为当年清明档期票房最惨新片。有资源不等于有票房，有人脉不等于有口碑，观众的耐心是留给有诚意的作品的。今年暑期档，戏台、奇遇这些小成本电影照样口碑爆棚，说明观众不是苛刻，而是越来越清醒了。那么你怎么看这部《再见坏蛋》？吴京的这波友情站台为什么不起作用了呢？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今年暑期另一部电影姜文万众期待的新片《你行你上》，票房也遭遇了滑铁卢。影片上映16天，票房只有不到9000万，对于一部投资2.8亿的大制作来说，可以说是惨烈收场。而豆瓣评分也仅维持在6.7分，彻底无缘暑期档主角宝座。这部电影其实在上映前热度相当高，导演姜文加上钢琴神童郎朗成长史，一个本身就容易出爆点的题材，前期的宣传做得很足，吊足了影迷的胃口。大家都以为这是姜文继《让子弹飞》之后又一次力作，结果却成了暑期档最大的爆冷。问题出在哪儿呢？一句话说，就是姜导太想表达，太想玩隐喻了，反而弄得难懂，结果玩砸了。你行以上其实想学的就是让子弹飞那种用大量对白、桥段、人物关系来传达社会隐喻、权力结构和阶级对抗的风格，但这一次他没学到精髓，反而学了个四不像。想做深度，可结果变成累赘；想要讽刺，结果变得太拧巴；想玩隐喻，结果变得太尴尬。本来隐喻是一种高级的表达方式，它不明说什么，而是通过暗示、象征、类比等手法，引导观众自己去感受、去思考，达到让人有恍然大悟的快感。让子弹飞之所以被不断解读，就是因为它在有趣的表象下藏了足够多的层次和含义。可是你行以上却玩走了样。影片主线其实很简单，也很单调，整个故事基本可以用8个字总结：拜师、学琴、练琴、成名。影片从头到尾情绪都很高亢，父亲和儿子吵，父亲和老师吵，父亲和命运吵。可是这些吵到最后，观众真正想知道的，你到底要讲什么主题？讲父子亲情，讲成长过程，讲为国争光，好像每个都碰到了一点，而哪一个也没讲透。姜文导演不断在采访里强调影片背后有深意、有隐喻，暗示每个角色都不简单，每句台词都有指向，甚至说郎朗的成长在隐喻国家的发展、国家环境的压力、大国崛起的艰难历程。可惜的是，普通观众们真能从一个学钢琴的故事里读出那么多隐喻吗？正常的隐喻是建立在扎实故事的基础上的，得先把故事讲好，观众才有兴致去思考你的隐喻，挖掘更多的意义。而你行你上给人一种要看懂这片子得先补一轮中国近代史的感觉，这对大多数只是想看一部好电影的观众来说实在太难为人了。难怪这部片子被大家评论是强行高深，
一旦没有影评人带路，普通观众连剧情都看得云里雾里，更别提什么感动和共鸣了。更讽刺的是，影片中最有记忆点的居然不是故事，不是情感，而是演员王传君的造型和演技。这很讽刺，也很真实。你行以上，要说他一点好没有，那也不至于。他依然有姜文一贯的语言节奏感，也有试图表达的抱负和情怀。可惜他把本该点到为止的隐喻变成了主菜，把应该让人共情的成长故事搞成了大型观念输出现场。从观影体验来说，不仅让人很累，也很尴尬。让子弹飞能成功，恰恰是因为它先有好故事，再有层次感，再有后人不断挖掘的空间。那部电影能火，能被反复解读，是因为它耐看耐品，表里如一。而你行你上呢，连看进去这一关都难过，又有多少人能坚持看懂呢？也许几年后，他会因为各种深度解读、二创剪辑和评论分析重新翻红，但眼下他被贴上了叫好不叫座、自说自话的标签。对观众来说，它并不是一部看了恍然大悟的电影，而更像是一场看完啥也没悟的失败实验。朋友，如果您看过《你行你上》，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看懂了吗？还是也觉得江导玩隐喻玩得用力过猛了？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